第157章炼丹，功法进化。盘坐在山洞之中，萧炎将药鼎从那戒之中取出，轻放在面前，然后将炼制护脉丹与冰心丹所需要的材料也全部的摆放在身旁，细细的检查了一番之后，方才轻松了一口气。见到萧炎即将开炉炼丹，药老也是摇摇晃晃的从戒指中飘荡而出，落在一处巨石之上，抱着双臂，笑眯眯地望着萧炎的动作。目光瞟了一下药老，萧炎缓缓闭目，在脑海中再次将药老传送过来的2种丹药的药方以及炼药时所需要的分量与火候温习了一遍之后，缓缓地睁开眼来，轻轻搓了搓手，手掌贴着药鼎的火口处，心神缓缓沉入体内，将那气旋中央的紫色火焰小心地抽调而出。紫色火焰在斗气的包裹之下飞速地穿过经脉，然后透过掌心穿梭进了药鼎之中。紫火冲进药鼎，砰的一声轻响，紫色的火焰便是在药鼎之内升腾着燃烧了起来。眼睛透过药鼎表面的镜面，萧炎望着里面那些胡乱窜动的紫色火焰，带得冰凉的药鼎温度逐渐高起来之后，这才偏过头对着药老笑了笑，旋即脸色再次变得凝重，灵魂感知力透体而出，顺着手臂钻进药鼎之中，将那些桀骜的紫火顺利地控制了下来。可以开始了。望着药鼎内逐渐平静的紫火，药老微笑着点了点头，心中暗道：这小家伙对灵魂力的使用越来越熟练了，竟然能够这般快速地压缩着火焰的温度。微微点头，萧炎手掌熟练地从身旁抓起一株通体碧绿的植物，此物名为长青花，其枝叶中所蕴含的温润能量用来保护经脉，是最合适不过的药草。眼角瞟了瞟手中的长青花，萧炎手掌略微停滞了片刻，将之弹射进了药鼎之内。长青花刚刚进入药鼎，汹涌的紫火便是扑涌而上，转瞬间碧绿的枝叶便是迅速变得焦黄。到了这一步，萧炎灵魂力努力地将紫火温度缓缓压低，淡淡的火焰苗子带起一阵不热不冷的温度，逐渐地熏烤着悬浮在火焰上方的长青花。随着这般烘烤的持续，长青花的枝叶表面竟然开始渗透出一滴滴绿色的液体，随着液体越来越多的渗透而出，其枝叶也在迅速的萎缩着，待得长青花体内最后一滴绿色液体被压榨而出之后，其本体化为了漆黑的灰烬，沉落在了药鼎之底。不错，以你这般出色的灵魂感知力，即使一些2品炼药师也有所不及。望着萧炎第一步便是顺利成功，药老忍不住的赞叹笑道。微微一笑，萧炎手掌一招，药鼎之内的绿色液体便是被吸掠而出，最后被他小心翼翼地撞进一个玉瓶之内，等待着待会融合之用。在取得长青花的能量之液之后，萧炎又再次分别地炼化出了3种颜色各不相同的液体，以及一种用名为檀灵果烘烤而出的淡青粉末。在炼制这几种药粉之时，由于是第一次配这种丹药材料所需要的火候与分量，所以即使是以萧炎出色的灵魂感知力，那也足足毁坏了12株珍稀的药草，若不是山谷中药材丰富，恐怕他还得面临药材枯竭的尴尬局面了。坐在石头上，药老一直安静地望着萧炎炼药，直到后者将所有所需的材料都提炼出来之后，这才微微点头。虽然说萧炎在期间也毁坏了好些药材，不过这点失败率对于第一次炼制这种丹药的他来说，已经算是颇为不错了。在将所有的材料提炼出来之后，萧炎也是长长的松了一口气，从那戒中掏出一枚回气丹，然后丢进嘴中，盘腿回复着体内斗气。瞧得萧炎这模样，药老也是有些无奈的摇了摇头，难怪萧炎想要功法进化都快想疯了，这才练了这么一会，体内的斗气竟然便是消耗了这般多。现在他所炼制的丹药还只是2品，若是以后炼制3品乃至4品，恐怕要让这家伙满嘴包着回气丹，才不会中途因为斗气告竭而导致炼药失败吧。盘腿回复了半晌之后，萧炎这才睁开眼眸，望着药老无奈的神色，他也只得苦笑了一声，将先前所提炼出来的各种材料放在身前，最后手掌一翻，一枚通体雪白并且不断散发着寒气的魔核出现在了手中。望着这枚2阶的冰系魔核，萧炎缓缓地吐了一口气，屈指轻弹，魔核便是被准确地射进了药鼎之中。与此同时，
萧炎手掌迅速触摸上药鼎火口，灵魂感知力将压制的紫火温度猛然的全部放开，顿时药鼎之内紫火呼呼腾烧，几乎弥漫了整个鼎内。在紫火的腾烧中，那枚2阶冰系魔核则开始散发着冰寒的冷气，努力地挣扎着，想要使得避免被毁灭的结局。药鼎之中，紫火与冰雾不断地僵持着，一片片白色的雾气从药鼎顶端渗透而出，不断地向周围扩散着。抬眼望着山洞中越来越浓郁的白气，药老袖袍轻挥，凶猛的劲气便是将白气席卷而出，顿时山洞内再次恢复了清晰。不过此时的萧炎并没有闲情注意这些，他的全部注意力都被放在了那与紫火僵持着的冰系魔核之上。体内的紫火源源不断地涌进药鼎之内，而那冰系魔核也是不甘落后，一股股寒气不断地被释放而出，拼了命地想要逃脱毁灭的命运。僵持一直持续到萧炎吞下嘴中的一枚回气丹之后，这才逐渐被打破。虽然冰系魔核中蕴含着颇为雄浑的冰系能量，不过毕竟没有后援，所以在紫火那坚持不懈的烘烤之下，冰系魔核的寒气屏障终于被攻破。随着寒气屏障的破裂，紫火发出兴奋的翻腾之声，铺天盖地的汹涌而上，将冰系魔核包裹而尽，然后开始了煅烧。随着火焰的持久煅烧，冰系魔核坚硬的表面之上终于逐渐地出现了丝丝裂缝。再过的半晌，随着一声清脆的咔嚓声响，魔核表面竟然化为灰烬散落而下，待得灰尘落尽，一小团雪白色的浆糊能量团却是飘飘荡荡地出现在了药鼎之中。望着那出现的雪白色能量浆糊团，萧炎紧绷的脸庞上终于泛起一抹喜悦，再用紫火慢慢地熏烤了片刻后，这才将之吸掠而出，用玉瓶装好。提炼好魔核能量后，萧炎手掌快速地抓起身前的几种早已经提炼而出的材料，然后全部地丢进了药鼎之中。紫色火焰将进入鼎内的几种材料全部包裹，然后开始了最猛烈的煅烧。随着烈火的不断熏烧，那几种颜色各不相同的药材开始了逐渐的融合，液体与粉末互相融合，然后在火焰中缓缓地翻滚着。随着时间的移动，丹药的雏形也是逐渐的隐隐地出现在了药鼎之中。此时的丹药雏形表面上布满着坑坑洼洼，而且形状上也全然没有规则，表面上的光泽也是青一块紫一块，看上去就犹如一个布满棱角的古怪物体一般，完全不像那些成品丹药那般圆润而富有光泽。瞧着这枚丹药雏形，萧炎心头压着的重石却是终于完全的落下。到了这一步，炼丹几乎已经成功了 90%， 剩下的便是最后的凝丹步骤了。手掌握着那被提炼而出的魔核能量，萧炎偏头望向药老，见到他那微笑点头的神色，这才轻吸了一口气，不再迟疑，将瓶中的魔核能量倾倒进了药鼎之中。白色的浆糊能量刚刚进入药鼎，便是被他控制着覆盖在那枚丹药的雏形之上，然后又缓缓地旋转了起来。而同时，萧炎的灵魂感知力也急忙压制着紫火的温度，将之压缩在一个不温不火的地步，缓缓地熏烤着那被魔核能量包裹的丹药。最后一步的凝丹足足持续了接近半个小时，那魔核的能量才被紫火不温不火地熏烤进了丹药之内。而此时，萧炎一直压缩着紫焰的灵魂力猛然一收，顿时紫火汹涌扑上，转瞬间便携带着狂暴的温度，将丹药包裹在了其中。紫焰一放即收，迅速地被萧炎再次压制在最低点。而此时，随着紫火的退缩，一枚通体玉白的浑元丹药便是光彩夺目地出现在了药鼎之内。望着这枚玉白丹药，萧炎忍不住地咧嘴一笑，手掌一招，将之从药鼎中吸掠而出，然后飞快地从一旁取出玉瓶，将之装了进去。手掌抽离药鼎，其内的紫火也是急速消退。片刻后，热闹的药鼎便是变得安静了下来。摇了摇瓶中的丹药，萧炎轻嗅了一口瓶口散发而出的药香，不由得满脸陶醉。半晌后，方才对着一旁的药老笑道：“护脉丹成功了。”“不错，虽然炼丹过程中出了一些小差错，不过你的表现也极为不错。”赞叹着点了点头。药老看了一眼地面上炼制冰心丹的药材，微笑道：“休息一下吧，
接下来你还需要炼制冰心丹，有了这次的成功，我想下次你应该能少毁坏一些药材。点了点头，萧炎小心地将护脉丹收好，然后再次掏出一枚回气丹咽下，闭上双眼，静待着体内斗气的回复。半个小时之后，萧炎缓缓地睁开了双眸，此时的他已经再次回到了巅峰状态，望着面前的药鼎，深吐了一口气，然后双手伸出，炼丹再次开始。如同药老所说，有了炼制护脉丹的成功潜力，此次炼制冰心丹更是极为的顺利。除了开始因为药材所需的不同火候的原因，萧炎略微有些生涩之外，后面的一系列步骤几乎是行云流水一般流畅。此次的炼丹，即使是颇为挑剔的药老也是极为满意，由此可知萧炎这次的表现有多么出色。炼丹开始的2个小时之后，此时的萧炎脸庞上有些疲惫，不过更多的还是一股兴奋与喜悦，因为在他的手中正紧紧地握着2只玉瓶，透明的玉瓶之内正调皮地滚动着一白一青的2枚圆润丹药，这2枚丹药便是萧炎吞噬紫火而必须准备的护脉丹与冰心丹。望着萧炎疲惫的脸色，药老瞟了一眼外面已经暗下来的天色，微笑道：炼丹的时间和我预算的相差不多，白日因为烈日的缘故，紫火将会有一定的增幅，这将会为你吞噬紫火而增加不少难度，所以现在的时间是最合适吞噬紫火，怎样？你还能坚持吗？萧炎揉了揉太阳穴，笑道：当然，不过是精神略微有点疲惫而已，继续坚持1晚上并没什么问题。呵呵，那就好。药老笑着点了点头，沉吟道：你身上还有多少回气丹？18枚。手指刨了刨那戒，萧炎回道：应该够了，等吞噬开始之后，万一察觉到斗气不支，就立刻服用吧。在那种关头，若忽然来个斗气枯竭，可不是好玩的事。药老凝重的道：重重的点了点头。萧炎自然不敢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好了，现在便看结果吧。说真的，我也很想看看这紫火能够让焚诀净化多少。呼了一口气，药老也是略微有些期盼的道：反正不可能直接蹦到玄阶。对于这，萧炎倒也还是有些自知自明，虽然说紫火威力也是不俗，可与异火相比较起来，却无疑是相差巨大。我自然是知道不可能到玄阶，每一阶功法的跳跃那都是天壤之别，紫火或许能够让焚诀净化功法等级，不过想要净化阶级难。翻了翻白眼，药老笑骂道。苦笑了一声，萧炎不再说话，盘坐闭目，沉神静坐了片刻之后，眼眸乍然睁开，漆黑的眼眸中金光掠过，待得眼中金光消逝之后，萧炎偏过头望向药老。开始吧，是时候了。见到萧炎望过来，药老微微一笑，轻点了点头。重重的点了点头，萧炎目光在摆放着面前的2个小玉瓶上扫过，然后再次闭上眼眸，心神缓缓沉入体内。在心神的控制之下，小腹处的气旋忽然开始了高速的旋转，而随着旋转的加剧，气旋之内的紫火竟然是被一簇簇的甩了出来。被甩出来的紫火似乎还有些愣神，前些天还在一起合作的伙伴，怎么就忽然将自己驱赶出来了？紫火盘旋在气旋之外，将所有被甩掷而出的紫火吸收到一起，最后化成一团剧烈的紫火。就在紫火毫无意识地准备着冲击气旋之时，气旋之内汹涌的淡黄斗气猛地铺天盖地地涌出，将紫火包围其中，然后在萧炎心神的控制之下，拉扯着他们开始顺着焚诀的运行经脉流转着。在斗气包裹着紫火之时，紫火便是察觉到了危机，当下开始愤怒地冲击着周围的斗气能量，每一次他们的冲击都将会将大片的斗气能量烧成虚无，可气旋之内源源不断的斗气正被输送而出，无论紫火怎样焚烧，都逃不出斗气的封锁。在萧炎斗气包围了紫火之时，他便是彻底失去了对紫火的控制力，不过此时他也并不在乎，全神贯注地控制着斗气，将紫火拉扯成极为细长的火焰，然后飞快地钻进了修炼焚诀的经脉路线之中。斗气包裹着紫火，刚刚进入这条特定的经脉之内，
萧炎浑身便是猛地一颤，额头之上密密麻麻的冷汗不断的冒出，最后犹如糖水一般顺着萧炎的脸庞一路而下，滴滴答答的砸在山石之上。萧炎咬紧着牙关，体内经脉中传出的一波波抽搐般的剧痛，几乎让得他的脸庞有些扭曲了起来。他没想到，即使是有着斗气做初步防护，紫火所造出的疼痛依然这般强烈。服下护脉丹。在萧炎咬牙承受之时，药老的轻喝声在其耳边突兀地响了起来。听着喝声，萧炎手掌毫不迟疑地抓起面前的小玉瓶，然后将那枚玉白的丹药倾倒而出，一把丢进了嘴中。护脉丹一入口，便是化成一股温润的暖流，从喉咙处飞快地滚进，然后穿过体内，最后在萧炎心神的控制下，迅速地将修炼焚诀所必须经过的脉络全部地包上了一层淡淡的白色能量膜。虽然这层白色能量膜极薄，不过它所带来的效果却是极为的显著。在吞下护脉丹之后不久，萧炎紧绷的肌肉便是缓缓地舒缓了开来，扭曲的脸庞也是逐渐地恢复了正常。虽然经脉中偶尔还是会传出一些灼热的痛感，不过这已经能够在萧炎的忍受范围之内。逐渐缓解的剧痛让得萧炎心中松了一口气。他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护脉丹的相助，他身体内的经脉以后还能不能继续吸收容纳斗气。恐怕等将紫火完全通过经脉后，自己也就会真正的变成废人吧。果然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心头庆幸地嘀咕了一声，药老在萧炎心中的地位此时几乎是无限值的飙升着。有了护脉丹的相助，萧炎也是轻松了许多。虽然斗气在紫火的焚烧中消耗得极快，不过在萧炎不间断地吞下回气丹的助力下，双方倒是勉强地拉平了下来。体内的一切都在紧张的氛围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虽然到目前为止，萧炎并没有发现出什么差错的地方，不过他心中依然谨慎，因为药老曾经说过，吞噬之时，除了经脉会被烧毁的危险之外，紫火中所蕴含的狂暴之意还会逐渐地侵蚀着心灵，使得人失控。心中牢记着药老的话，所以萧炎紧守着心神，不敢出任何一点差错。在萧炎用斗气包裹着紫火，逐渐运转了接近一半的焚诀修炼脉络之后，萧炎脸色终于是逐渐凝重了起来，因为他能模糊地感觉到，随着吞噬的加剧，一丝丝隐隐的烦躁逐渐地攀上了心神。察觉到自己心神的变化，萧炎顿时心中一凛，不用药老提醒，便是将面前的冰心丹取出，然后丢进嘴中。冰心丹入体，一股冰凉彻骨的感觉从喉咙处弥漫而下，心神感受到这股冰凉的感觉，轻轻打了一个哆嗦，那逐渐开始烦躁起来的心也是犹如残雪遇赤火一般，飞快地被融化消逝。有了冰心丹护卫心神，萧炎终于不用惧怕心灵的失守，当下全力驱使包裹着紫火的斗气疯狂地运转在经脉之中。随着斗气包裹着紫火运转在焚诀修炼脉络之中，萧炎忽然发现，那抢跑在最前面的一缕斗气与紫火竟然开始了诡异的融合。不，与其说是在融合，更应该说紫火正在被焚诀的斗气逐步的吞噬。望着这一幕，萧炎心头又惊又喜。看这般状况，他可以真正的肯定一点，这所谓的焚诀功法的确的具有净化的神效。在淡黄斗气与紫火即将要通过最后一道焚诀修炼脉络之时，两者几乎已经完全的融为了一体。原本淡黄色的斗气，此时竟然完全的转变成了淡紫之色，而且在淡紫斗气的表面之上还升腾着淡淡的紫焰。不过此时紫焰已经不会再对经脉造成任何损伤。望着那完全转变了颜色的斗气，萧炎心中充斥着狂喜，努力地指挥着斗气开始最后的运转。斗气的运转速度越来越快，在某一刹那，已经转变了颜色的斗气终于冲出了最后一道脉络。它们在体内完成了一道完美的循环之后，再度的回到了小腹之处。冲出经脉之后，紫色斗气直接源源不断的一头冲进了那不断旋转的淡黄气旋之内。随着越来越多的吞噬了紫焰的斗气从经脉中凯旋冲出，气旋的颜色也是在开始逐渐的由淡黄色转变向淡紫色。当最后一缕紫色斗气从经脉中钻出之后，气旋几乎完全的转化成了淡紫色。小腹之处旋转的气旋骤然停止，
然后安静地伫立着。与此同时，山洞之中，双眸紧闭的萧炎眼瞳骤然睁开，一阵刺眼的紫芒几乎犹如实质一般，从眼中爆射出了半寸之余。片刻后，紫芒消逝，萧炎缓缓地偏过头，望着药老，傻傻地咧嘴一笑：“成功了，成功了。”药老重重地松了一口气，微笑着点了点头。他已经能够感觉到萧炎体内那比先前几乎雄浑了将近好几倍的雄浑斗气。见到药老点头确定，萧炎嘴角一咧，刚欲狂笑出声来宣示着心中的狂喜，可其脸色猛地一变，因为他忽然察觉到天地间的能量忽然正对着自己拼命地涌来。老师，怎么回事？偏过头，萧炎有些惊恐地问道。突如其来的变故同样是让的药老有些惊愕，眉头微皱，然后闪身来到萧炎身前，手掌触着他的身体，瞬间后，苍老的脸庞上涌上笑意。当真是好事不来则已，一来则是接二连三，恭喜你突破斗者，成为斗师的时候到了。